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节我们带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不是说他当选之后24小时就要结束乌俄战争吗？但是到现在乌俄战争还在持续开打，而且还传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被川普伤透了心。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呢，这个川普回应呢，先跟普京而不是先跟泽伦斯基通话，那这好像让泽伦斯基有点不太开心。他说：“我是要搞清楚俄罗斯到底是希望达成什么协议，所以我先打给他嘛。”对于呢，这川普先打给普京，再打给他之后呢，当然了，这个泽伦斯基是有点耿耿于怀了。但川普回应他说：“我现在要先知道他们要什么，我才可以去帮你争取啊。”只是你看看，泽伦斯基说，川普提供私人电话号码，说其实可以随时联络。泽伦斯基也说，现在美国如果没有支援的话，乌克兰真的很难活下去。但是还是没有跟美国达成了一个稀土交换协议。泽伦斯基呢，在专访的时候坦言，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现在乌克兰真的很难以为继啊。那么现在要跟俄罗斯谈最终战的这件事情，现在泽伦斯基说他不愿意来出席了。泽伦斯基警告，美俄如果不让基辅直接上谈判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没有我们参与的协议。他甚至说，他很快就会跟联合国大公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造访，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他也会去，而且强调现在暂没有跟俄罗斯或美国官员来会晤的计划。泽伦斯基现在说他不愿意接受，那么没有跟乌克兰同意的和平谈判。乌克兰直接讲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放弃我们了。一些乌克兰人民认为这就是背叛啊，看起来他们真的想要放弃乌克兰，而且看不出这个谈判川普的言论对乌克兰有什么样的好处。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了，泽伦斯基是不是想拖北约下水呢？现在公布很多图，他们说呢，车诺比的这个核电厂被无人机攻击，而且攻击的还是俄罗斯的无人机。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说，在掩体的内部附近发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机身碎片，里面有弹头跟序号，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俄军的这个无人机也配备了高爆弹头，现在也让他们的防护罩出现了受损。那么泽伦斯基也指控了已经毁损了第4反应炉的防护体。但是乌克兰称俄罗斯攻击车诺比核电厂的士官克林姆林宫却反攻说，拜托你们不要自导自演。那么呢，他们是反驳说他们有做这样的攻击，发言人甚至说他们不可能来袭击这一类的基础设施。那么呢，而且是这样子的说法跟事实不符，强调俄军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称俄罗斯计划部署15个师，泽伦斯基警告普京，可能在明年还会攻击北约的其他国家。他说呢，我的情报来源他说普京明年可能会对北约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但补充说明他也不能100%的确定。只不过现在美国也把欧洲当成小弟吗？美国防长说，欧洲应该自负防御责任，别把山姆大叔当成傻瓜叔叔。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However, by the end of Eisenhower's presidency, even he was concerned that Europe was not shouldering enough of its own defense, nearly making, in Eisenhower's words, quote, a sucker out of Uncle Sam. Well, like President Eisenhower, this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in alliances, deeply believes in alliances. But make no mistake,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turn Uncle Sam into Uncle Sucker. 好，可以看到呢，美俄现在似乎好想要私底下来瞧说，看能不能停止这场战争。那欧盟就生气了，不接受这样子肮脏的交易。俄国官媒现在也庆祝川普的让步，但是呢，有人就认为川普的谈判之前已经对俄罗斯让步太多了。法国总统马克宏就强调了，只有泽伦斯基有权跟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任何基于投降的协定都对相关方造成伤害。而德国的外长也直接说，任何跟乌克兰和平协议都不能应该越过乌克兰人跟欧洲人的意愿下
去进行啊。那么呢，你可以看到俄国营的电视台主持人就说了，川普铲除西方联盟，把欧洲弄得四分五裂，是对俄国做的一大善事，也是克里姆林宫其实一开始就想要做的事，他们的愿望，川普帮忙实现了。但是我们看到谈乌克兰，现在中国外长王毅就说乐见美俄达成共识，但是欧洲也应该参与和谈的过程啊。他说中国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者，但是我们没有隔岸观火，也没有借机牟利，任何的冲突终点都是谈判桌，历史最终一定是公正的。中方乐见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最后达成的和平共识。我们来问一下韩冰哥，最近的泽伦斯基是不是对美国真的是心都凉了？因为其实状况就是摆明了越来越不妙，因为川普前一阵子才派了财政部长跑到乌克兰去，那你派财政部长去干什么？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要去跟泽伦斯基签一个所谓的伙伴关系协议。那这个伙伴关系协议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乌克兰这边承诺把他的相关的稀土资源全部让美国拿走，保障未来给美国开采的空间。那很显然，川普的眼中只有这些商品，只有这些金钱。他其实对乌克兰这个国家的主权，他是不是要割地，他人民未来如何，其实川普看起来并不在意。所以他现在让我觉得，我想很多乌克兰也是这样觉得，川普已经把乌克兰卖掉，也就是他看起来跟普丁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什么协议呢？就是没关系，你占的地方归你，但是你要确保我美国在乌克兰利益，你不能碰，那其他就随便你。所以普丁现在愿不愿意谈？当然愿意谈啊，对吧？我很愿意谈啊，就是反正我占到的利益全部归我。那本来泽伦斯基之前提出来的提议，说什么交换领土，我就觉得很好笑。你就占了库斯克那边一点点3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你要去跟人家换10几万平方公里，你被人家占的地方，你觉得俄罗斯有可能会答应吗？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乌克兰的状况就是越来越被孤立。你看欧洲这些国家讲得很大声啊，乌克兰不能，你们不能把乌克兰卖掉，所有的谈判乌克兰必须要参与啊，只有泽伦斯基才能够代表乌克兰去签这些协定啊。我想到最后很可能的结果是，因为这些欧洲这些国家都是出张嘴，也没有给实际的资源，那美国川普就会威胁，我就直接不支援你，你自己去打。到最后泽伦斯基可能面对这种压力，我看他想要不签恐怕都很难。但是问题，泽伦斯基这个合约如果签下去的话，他在乌克兰大概也待不下去，我看他可能也要跑路。所以这个情况对泽伦斯基是越来越艰难。那至于说俄罗斯会不会去炸车诺比，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极低。为什么？第一个，车诺比那个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在白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交界处，在那附近。俄罗斯如果想要对车诺比动手，早就动手了，他根本不需要拖到现在。再来，请问一下，把车诺比这个怪兽把它炸掉，让那个核辐射外泄，对俄罗斯的好处是什么？有没有任何好处啊？那反而对白俄罗斯可能会有影响。你觉得白俄罗斯愿意这件事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我觉得很怪啊，不太可能会去做这种事啊。那现在我觉得乌克兰和平最大的关键点就是谁能够保障乌克兰未来的和平，也就是大家签了和平协议之后，谁来做担保，谁能够让乌克兰跟这些其他周遭国家都相信这个国家有能力扛起这个责任。抱歉，目前我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哇，那我们想问一下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各位要知道，其实国际关系就是大国政治关系。现在在川普的眼中，这大国就3个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俄罗斯一方面是因为他要结束俄乌战争，另外一方面他拥有6000枚左右的战略武器，所以他是大国。在川普的眼中啊，这就是中美俄3国大国关系在决定这整个世界的全部的局势。那在俄乌战争上面，他要结束这个战争，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是吗？可是他怎么战争发生的？我们再来看欧洲跟乌克兰悲剧性的角色。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向叶尔钦答应，北约绝对不会东扩。结果第一波东扩是在1997年，那个时候还好，在中欧国家为主。1998年，美国就把俄罗斯拉进到 G7， 美国最亲密的经济伙伴，变成叫 G8， 一直到2014年。
然后呢，到了2004年，美国就策动广场革命。广场革命呢，就让米洛塞维奇选上之后，他然后呢被迫离开。他又回来，2010年选上之后，在2008年，美国让北约说，你乌克兰可以加入到北约。这个时候，北约已经完全东扩，只剩乌克兰就要接近到俄罗斯的边境。所以2014年再一次发生了革命，就发生战争。克里米亚宣布要并入到俄罗斯。到了2022年，开始发生这个战争。川普了解，这个是拜登的战争，这个是美国的左翼背后有犹太的影响，针对的就是要去弱化、削弱俄罗斯在整个欧洲的影响跟安全的影响力。这一步一步的做，结果这个大国，我刚刚讲的3个国家嘛，这个大国就反弹了。你影响到我的势力范围跟我的安全范围，所以他用军事武力来回应。在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解释，就被人家说你怎么再去帮俄罗斯讲话？是他攻打乌克兰，但前面的20年一步一步都是美国在逼近。那现在川普要上来结束这个战争，他当然第一个要谈的就是俄罗斯。他现在提的就是我废除掉经济制裁，我承认克里米亚，但是呢，你是不是就是保留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至于扎波罗热跟赫尔松，你是不是退出来？普丁没有回应，他们现在在谈。我觉得普丁不会让，吃下去的东西、占领的东西怎么会吐出来呢？而且那个地方其实大部分是讲俄罗斯语的，而且工业重地，所以现在他们要谈。但你如果加入了欧洲，加入了乌克兰，川普知道那谈不成。乌克兰在2022年自己定一个法律说，泽伦斯基不可以去跟俄罗斯和谈哦。俄罗斯也反对泽伦斯基跟他谈，因为他认为他已经不是合法的总统。所以现在第一阶段一定先是美俄，然后呢，美国把乌克兰带进来，去结束这个战争。他们的目标现在是希望在4月20号复活节的时候能够全面停火，希望能够在5月9号2次大战结束80周年以前签署全面和谈的协议。这么容易吗？我不是那么乐观。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舰长，你又是怎么看目前乌俄战争的局势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库斯克的状况其实就是我手上的这张图啊。那库斯克的状况，其实我们看到啊，在观众右手边的这一张其实是2月，也就是2月12号的。那这个是1月12号的。那我们来比对一下，到底有哪里不同？其实不同的地方很少啊，也就只有在那个东南边这边，其实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乌克兰部队，实际上来讲，它向前挺进啊。那向前挺进这个状况呢，大家觉得可以改变战局吗？那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为什么？这就是刚刚韩冰哥讲的，怎么讲？这一个红色的部分，也就是乌东的部分啊。那再加上2014年的克里米亚，我们刚刚看到的库斯克在哪里？在这里小小的一块啊，你要去跟人家换什么？所以我们之前啊一直听到那个泽伦斯基说他要去交换领土，你到底要交换什么领土？你有这么多领土去交换吗？那其实就是你有占领这么多俄罗斯的领土可以交换吗？其实你并没有，这个叫做什么？这根本就是诈糊。那另外呢，其实他真正泽伦斯基的在做的是什么？他不断的在出卖乌克兰自己。其实这个是去年12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他那个时候就特别指出，哄骗、恳求与奉承，乌克兰向川普阐述自己的观点。那其实我们现在不断在讲的稀土，或者是或者是石墨的这一些乌克兰的这些矿产呢，其实当初他们承诺的是要跟拜登政府来交易，可是拜登政府那个时候他已经拜登已经没有要选了，而且大家都研判说川普是可能胜选的，他就没有跟拜登政府定下这个合约，他就压下来等着跟川普来交易啊。那川普交易，那现在泽伦斯基说没有，真的是吗？我们看一下《纽约邮报》，这是《纽约邮报》，那他特别讲到说，
川普称乌克兰基本同意允许美国获取价值5000亿美元的一个稀土矿。那这里很清楚的就讲到了，其实他们是已经交易完了。那在交易完了之后，那在这个中间，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可以获得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这个乌克兰全境里面稀土矿的部分，那这一个橘色的部分，也就是现在俄罗斯所占领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它虽然是有部分的这一个我们看到的是钛金属的这个钛的矿，但是真正稀土矿最多的是在乌克兰中部跟乌克兰西南部的部分，所以其实他们真正交易的是这个，但是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到底怎么弄啊？他们现在搞了一个叫做合约18到24，也就是请你18到24岁的人上战场，然后我直接的提供你一笔钱。那这一笔钱呢，我们看起来哇，这金额很高，其实金额很低啊。那如果换算的话，只有71万新台币买你一条命。那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乌克兰的人民真是非常可怜。稍微休息一下，狗狗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节我们要带您谈论一下这效率部的马斯克。很多人都说了，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呢，这马斯克仿佛就像他的国务卿。不过现在马斯克似乎是被全美国的人讨厌了吗？现在美国14州要来控告马斯克职权违宪，用笔或滑鼠就裁掉了一个公部门。川普上任之后，任命马斯克掌管了一个叫政府效率部，大幅削减联邦开支，但是却引发了宪政的争议。美国14个民主党籍的州检察长直接联合提告，指控马斯克已经滥权扩权，而且超越了宪法的规范。这个诉状里面怎么讲呢？他说呢，马斯克呢似乎拥有无限而且是不受制衡的权利，只要笔或滑鼠轻轻的点选，就能够剥夺政府或工作人员，取消整个部门，将令赢得这个国家独立的元勋感到了相当的震惊。而现在川普是不是又在吹牛了呢？他说已经找到节省上百亿美元的方法，但是华邮呢就说这个政府效率部的社群账号立刻打脸了。他说川普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子的方法，而且可以省到5000亿美元。马斯克领导的这个效率部已经发现了数十亿美元的浪费、诈欺跟滥用。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说这数据不只有待查证，甚至呢跟效率部在社群平台 X 发布的数目好像有点相去甚远。那现在马斯克开价3兆提议收购 OpenAI 的董事会一致否决，说这根本是扰乱竞争啊。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的董事会一致拒绝了马斯克想要用3兆收购他们公司资产的提议。而现在特斯拉会不会因为马斯克受到影响呢？现在有很多人去抗议说要卖掉你的特斯拉。美国现在爆发了反马斯克的示威，在西雅图呢，有数十名的抗议者在当地呢，特斯拉的展厅外举掉标语说卖你特斯拉，抛售你的股票，因为这个伊隆马斯克他根本没有经过选举，反对他执掌政府效率部，而且还干预政府的运作。美国国务院现在传出要编4亿美元买特斯拉的装甲车，现在交消息曝光之后，赶快喊卡，因为有一份文件显示，政府原本要跟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签署了4亿美元的装甲车合约，很多人就在想是不是 Cybertruck。那么现在消息经过媒体披露之后，国务院就说，完全是移除了特斯拉这个品牌。那么也有人说它的事故率很高，而且现在美国研究说特斯拉的驾驶习惯好像有点糟糕。好，那再来带你看到，分析师现在警告了，特斯拉的股价下滑，买家面临的一些风险。彭博报道，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之内呢，特斯拉缩水了大概1/4，大约是4000亿美元。对于呢这个考入买进这家美国公司电动车龙头股票的投资人来说，华尔街就警告了，你自己要来多多想想比较好一点。而现在呢，
中国外长王毅则是怼美国吗？他们现在用哪吒来反攻全球。王毅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鬼，若美方执意打压，将奉陪到底。”他说：“中国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泰然处之，岿然不动。”这几句话翻译起来可能不太容易，他还说大家可以切磋，甚至找 DeepSeek 一起来帮忙。刚刚我们的来宾还真的找了 DeepSeek， 等一下请他来分析给你听。那么现在冲高哪吒2的票房，没想到看电影现在变成了一个爱国运动，因为哪吒2现在已经创下破天荒的纪录了，接下来还要在香港、美国、日本等海外市场创映。那么呢，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冰雪奇缘2》，现在甚至是有威胁到《铁达尼》的票房，网友就说了要在全球派票房榜来升国旗。现在呢，哪吒的官方的微博呢，半夜一次发3张海报，一直告诉大家他们破了哪些记录。那么现在我们带你看看王毅他是怎么说的。中国人从来不信邪，不怕鬼。中国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那就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泰然处之，岿然不动。这几句话可能翻译起来不容易，大家可以相互切磋，也可以找 DeepSeek 来帮一帮忙。好，可以看到呢，现在中国外长王毅这么讲，那么现在看电影也成了爱国运动之一。哪吒2现在在海外似乎好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支持，尤其是有些美国人哦，看完了哪吒2之后，马上就敲碗说想看哪吒3，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这段画面。What's a 10? 10 all the way up. Oh, I'd definitely give it 100. This has got to be a 10 out of 10. I mean, it's mind-blowing from start to finish. Excited for maybe number 3. I can't wait. 好，可以看到这些外国人现在也在催更了，说哇，看2还不过瘾，希望可以赶快有3。那么现在也让很多的中国网友2刷3刷，希望可以变成一个爱国运动，霸占全球票房榜。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韩冰哥，你怎么看这马斯克呢？马斯克面临反扑很正常嘛，你要断人家的生路，人家当然跟你拼命啊，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状况。那只是告归告，告不告得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其实你看，主要告他也都是民主党人，对啊，所以这个是很正常，还是他们政治上的一个斗争啊。马斯克大概也不太会去在乎这些事情。那但是重点就是在于马斯克持续这样做下去的时候，第一个，他到底最后会不会超出了美国法令的限制？那第二个就是他面临的反扑到底会多大？这个反扑会不会到最后直接动摇川普的统治基础？那大家就来看。那至于说川普吹牛，他有不吹牛的时候吗？我觉得应该这样问吧。他不是每天都在吹牛，所以他吹牛不是新闻啊，对啊，他随便讲讲你就随便听听吧。但要看他真的做了什么事情再说。但是显然的，这个政府效率部还是开了很多大刀。所以我相信是有在帮美国政府省一些钱，只是省下这些钱之后会对美国政府造成什么后果，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那至于说这些人现在开始反特斯拉，我觉得他这逻辑很怪，卖掉你的特斯拉，那也要有人买啊，那不是你在刺激他市场活络吗？不然的话，你卖掉他的股票那不是要有人接手？那不然的话，请问你怎么卖？对不对？这不是很奇怪？应该是要叫大家不要买特斯拉的股票跟车吧？怎么会是卖掉你的股票跟车？这个有点奇怪。那最后我就觉得王毅挺好玩的，你知道他说这个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这个语出《金刚经》啊，它不是中国的话。但是金庸九阳神功有引用这段话。那在任尔东西南北风，这个是郑板桥的诗啊，他把好几个凑在一起，其实蛮有趣的。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你怎么看呢？其实马斯克他现在在川普政府的角色我觉得很特殊，我也有一点期待。怎么说呢？因为在国际事务当中个人能够去影响到国际政治经济的情况并不多。我们以前说最多像是教宗啊，或者有一些电影演员呢，或者是说这个泰丽莎修女。但是呢，真正到像马斯克这么影响层面的，
它是第一个，而且它现在针对的就是美国政府的瘦身，然后效率化。这其实共和党跟许多的西方的这种政治思维政治哲学，他觉得政府不要太大，因为你太大，你就会官僚化，然后这个作风，这个整个体制会过于官僚化，同时你会叠床架屋，你会浪费。那更严重的是呢，你到后来其实因为上面的政客不断的换，你就会被政客、被政党利用，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真正的巨灵。所以你要让它这个缩小，那你因为变成巨灵的时候，这个官僚组织就会影响到人民的权益，不只是浪费人民的钱。就我现在其实对他的角色，我是有点期待。当然，他能不能掌握分寸，因为他大概不会选上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身，他也大概不会想去做别的职位。他已经世界首富，他因此多赚一点钱，其实他已经是首富了嘛。那他的东西其实大家是这个抢着要买哦。你看，跟印度都坐下来，印度都要用他的这个 Starlink， 所以我对他现在的这个掌握的分寸，我觉得还算 OK。尤其是你看到他最近不断的把一些国际的媒体跟一些公民团体过去拿了多少美国政府的钱，其实都是美国人民的纳税钱来去做所谓的民主价值、美国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那造成整个世界的动荡。所以我是觉得在他的这个角色当中，到目前为止是有点期待。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当中的这个表现呢，其实跟去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刚好相反。万斯在骂欧洲人，你们不懂民主。王毅在告诉欧洲人，其实现在是一个多元的格局，需要国家之间共同合作。你就看到两个不同的领导人来自于两个大国，我刚刚讲的大国关系呈现在欧洲的感受真的很深刻。好，那我们问一下舰长，你又是怎么看呢？马斯克虽然已经有一点年纪了，但是呢，他感觉像是一个数位原住民，所以他把美国的一个问责署所有的资料灌进 AI 之后呢，来分析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意思也就是呢，他未来想要用机器用 AI 来代替人力，这会可惨了。也就是那美国人要做什么呢？美国人还有现在的竞争力吗？这是一个问题。那他灌进 AI 之后 ，AI 到底告诉了他什么 ？AI 告诉他，其实美国做这种1分钱的这种硬币做1枚要8530万的美元真是令人啧舌啊。那另外呢，其实它还有援外的基金那也就是对于缅甸所进行的DEI， 也就是多元包容以及平等的这个奖学金，那其实呢也可以省下4500万的美元。那另外呢，它这里面还进行了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川普最讨厌的，也就是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结果竟然他还拉出来，佛奇其实要由这个国家卫生与医学博物馆要设立了一个展览，那要花多少钱呢？要花16万8千万美元。其实这些是不是浪费呢？是浪费。那呢，川普是认为啦，对我好是什么？是不占我便宜的朋友，那个我才会认为是真朋友。什么盟友，那个都占我好多便宜。现在他签的这个对等关税的计划，4月2号左右要开始开征了，而且是对进口的汽车来征关税。好，这个呢是已经算是他上任以来要挟的一系列的算开端啦。那这件事情呢 ，CNN 的看法是什么？他认为措辞其实很含糊，就是他觉得没有太多细节，没有太多具体的时间表。有啦，标题都下得很凶、很漂亮，可是会不会其实只会叫，但是是不会咬人的狗呢？而对此呢，其实这一次在慕尼黑，目前呢其实有一系列的安全会议，他们也说了，以前认为美国在那个叫做一个价值，那个叫可以帮忙我们当大哥，可以维护我们，现在它变成一个变动因素了，我们也要好好的考虑美方的问题。就连王毅这一次引用金句也引发关注。中国人从来不信邪，
不怕鬼。中国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那就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泰然处之，岿然不动。这几句话可能翻译起来不容易，大家可以相互切磋，也可以找 DeepSeek 来帮一帮忙。我们说网易越来越厉害，还会做字录，可以找 DeepSeek 来帮一帮忙。反正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要这样子跟我硬干的话，我绝对也不会示弱。大概就这么一件事情。而也很罕见的，习近平呢现在找了大陆的企业领袖来进行对话。这些路透的报道说呢，包括了马云啊，包括他刚讲 DeepSeek 现在最火红那个梁文峰啊，还有马化腾以及雷军等等，现在呢说要跟习近平好好来聊一聊，这里面其实你就看到了什么？这些都是科技业，而这一些呢，都是在科技战的重点之下，可能会带着中国往前进的非常重要对象。好，川普这一次的这个大刀呢，会议起来之后，日本其实已经先行过去了。石破茂这一回呢，日本的媒体认为，其实呢，也给这个川普台语讲叫婆婆塌塌，让他很开心。可是问题是，该要的都要到了吗？那保险不能买单边，保险要买双边。明天开始呢，他们的经济代表团即将要访问北京，谈的当然就是经济合作关系。这里面呢，也有包括了从拜登时期开始呢，就有这个稀有金属啊、半导体材料等等的这些限制的内容，现在大家要一块性的来谈了。而这个川普关税海啸，其实不是只有对盟友来说而已，基本上无差别攻击。韩国现在呢要动用2.27兆来建立一个防卫之盾，包括了半导体啊、电池啊、钢铝啊，还有他们很在意的汽车，因为现在要对汽车课税了嘛。那总是想谈，大家都希望赶紧的来止伤，或者了解怎么样可以来减缓这个伤害。可是问题是群龙无首啊，总统在哪里？现在带不知道带到哪里的总统了，所以大家就讲，这有可能就会变成了韩国的一个弱点。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性的人物，像石破茂那样去跟他谈。那这个呢，可能是南韩现在的企业家最在意的一件事情。至于呢，他的盟友现在开始纷纷反击。欧盟其实已经先讲了50%的关税，我们没在怕。那这一位呢，这个是杜鲁道。现在呢，他们去视察钢铁厂的时候，直接讲说，基本上我们的工人会坚定的站出来，要怎么样，我们就会看着办。而且呢，加拿大还被川普激起了那个买国旗的欲望。据说啦，整个加拿大人呢都在变成一个爱国热潮。以前没什么人要挂国旗，现在大家通通挂出来，去年同期2倍。还有一些呢是边境的，包括可能是华盛顿州啊，或者是呢在东北边的这些美国人呢，他们也觉得要支持加拿大人。加拿大现在的反制还包括了航空呢会减少一些跟美国相关的运力。以前呢很多东西是密切的在交往，现在反正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如开始往下降一点，交集反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手势。只是目前看起来，如果说呢照川普这个关税战打上去的话，美元应该涨嘛？到底为什么现在创了2个月来的新低？是不是真的印证了 CNN 所讲的？看起来好像就是叫，但没真的咬下去。那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咬下去？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会咬人的狗。时间点呢是在什么时候？请教一下帅将军，您会怎么看一个时间点？说4月2号会开征进口车关税，因为咬下去啊，要经过仔细盘算，咬不好自己牙齿都断。哦，你咬得好，你啃块肉；咬不好，牙齿都断。今天这个当然了，他这个喊就像白犬吠声啊，哦，声音很大，因为你是条大狗，啊，你喊了半天，只有中国不在乎你，因为他的底气够大。所以王毅讲那个话非常讽刺的。这个你强归你强啊，清风没三纲，负三纲有什么用啊？吹阵凉风而已。你恨啊，恨了半天也不过是明月照样是照大江，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在乎你的这个要打就来，这是中国的态度。但是其他国家就不一样，小国家就不一样。你像日本为什么要送钱去？因为日本的汽车在美国占很大的一个分量，
日本还有很多东西是出口到美国的，这个对等关税啊，日本吃不消，韩国更吃不消。韩国也靠晶片、靠汽车、现代这些大企业都经不起这个打击，所以加上欧洲很多小国家一样，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买双保险，一个呢要跟中国大陆暗通款曲，哎，我们能不能订我们的商贸协议？因为你这个切断以后，我们生意还是要做啊。加拿大集起一大堆的名分是可行的，但是你能不能抵得住呢？我怀疑。OK， 因为你毕竟跟他边境线连得太紧，两国人民来往的太密，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杜鲁道生气，是不是全国老百姓支持你？这有问题的，因为人呐都熬不过说我的经济衰落下去啊，没饭吃不行的。是，所以今天这个整盘看起来，那韩国也不要谈，连个谈判的元首都没有，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就很乱。很早以前我就讲，川普上台世界大乱会乱，但这个经济经过这个震荡以后，它慢慢它会找到突围的方法。谁都要赚钱，国家经济要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就看两个太阳你往哪边靠，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它是生产大国，它有足够的全部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国内制造，除了那个光刻机现在也慢慢在突破，那么它的产量也大。你说美国制裁，我就讲嘛，你讲义乌那个小商，他有上万家哎，你跟他怎么算？何止？哎，一个女生脸上从戴的箍啊、钻啊、链啊、环啊，假发耳各环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好多套啊，很难弄的。所以为什么美国要定在4月呢？他也要精打细算，哪些东西刺激我通货膨胀太高了，我可能有说，那怎么做呢？喊话先喊完以后，哎呀，老徐啊，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事我给你降一点，哎，老张啊，我给你降一点。他玩这个游戏，英文叫 bluff， 先放出这个吹牛，吹得每个人心里慌慌的。毕竟你是大国嘛，对不对？那所以你看，很多小国家，像日本就买2包线了，一边跟那个中国大陆偷偷摸摸的，一跟，其实我都怀疑日本拿不拿得出1兆美金去投资。都是吹的了，那都是吹的嘛。日本经济并不好哎，他分好几年了啊，不，他金融泡沫很多年了，你哪里去筹1兆呢？我看的最好的笑话就是，川普搂着孙正义，搂着那几个大咖，5000亿美金，DeepSeek 一出来1巴掌，没人有声音了。你们投资吗？都讲没投资。来请教一下苑老师，您会怎么看？我觉得哈，这里头啊，这个我先讲就是团结的中国对抗这个分裂的美国嘛，啊，然后稳定的中国对抗不稳定的川普啊，那这个大家看起来非常明显。你首先要看事情啊，你看最后一个消息啊，就是关于美元现在的机会啊，因为川普越来越凶啊，美元反而弱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川普干的所有的事情啊，都是让美国的本身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美国的盟邦的怀疑啊，就是我自己本身啊，我原来啊，就是几十年前我就是个医美派啊，我到欧洲读书，这个欧洲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忍受，就是被这个川普这样的侮辱的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那么，因为在整个中国当中的话呢，现在他所维持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王毅所表现的，借这个机会表现出来，除了文采以外啊，那当然是讲给听得懂中文的人听。那翻译的话呢，讲到 DeepSeek 的话，教大家去好好注意一下中国的科技。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对于所有国际社会，就要呼吁啊，就是说你要是一个稳定的发展，还是一个跟着这个美国川普这样不稳定的这样的胡搞。川普的不稳定分3个方面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他的关税政策啊，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来真的来假的。每一次讲完以后，现在来了一个无差别，对所有的事情，对所有的国家，钢跟铝啊什么的，25%什么，这个其实讲起来有点乱的。川普很多话都是他讲出去以后，那个幕僚不过川普也蛮可怜，他挑那个幕僚当中啊，就他的国防部长根本搞不清楚东南亚公约有几国，连个1国都讲不出来，海格塞斯嘛，所以他这个幕僚里面讲出来的内容当中也不行。这副总统讲出来的话也跟老粗一样啊。那么这个其实讲起来的话呢，就是他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准备的不足，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基本上个人的哲学，就是他有英文有句话叫 "Might is right"。
啊，就说是我强权就是正确啊，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揍，就这样，那是和流氓没两样嘛。那国际关系怎么可以这样子乱搞的，胡搞？这个不是这样子。然后第三点的话，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啊？现在整个西方的媒体都改口了，大家都觉得因为中国稳定啊，中国的科技发展很稳定啊，所以慢慢的话就会注意到说，比较起来的话呢，就会觉得说中国现在的发展各方面，至少它团结，至少它稳定，最重要的是它基本上是强调和平啊。那川普这种讲法的话呢，如果你动不动就是要用制裁人家，动不动要搞人家的话，那你认为这个世界会有和平吗？更何况大家前阵子就是这还刚俄乌冲突才打了，刚过了3年，川普这边一下子通了个电话以后，所以让很多人都凉了半截，就3年来跟着办。因为你要了解啊，美国这个国家的话呢，你4年跟一个，那4年后又跟另外一个，都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你认为这个世界哪得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对不对？那王毅他比较稳定啊，他讲那些话翻译成英文，你翻译成英文后你也看得懂，就是说就是中国处之泰然嘛，就基本上就这个观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自己的胡搞，我其实讲起来也蛮好的了。我想请教吴老师因为其实从我们这张图卡上面来看，基本上就是他的盟友现在纷纷的在买双保险，你可以这样理解，又或者是说呢，他们现在其实大家金融上面希望是一个稳定、可预测性，但是它就是不可预测、不稳定。基本上，川普要展现的就想的他的所谓的美国经济霸权主义啦。那他的手段就是说用关税，关税他是关税的信奉者对然后这种叫保护主义的头他在第一任的时期就展露无遗了。莱特海泽是他的大师，告诉他说：“关税好用。”所以他很聪明。问题是，他用关税还有很多目的在里面。他除了科你关税可以赚这个关税的钱之外，他最主要的是第一个，要你把制造移回美国。所以为什么他在科这个墨西哥铁铝科中国车进口税车的关税，就是希望你把墨西哥的那些厂很多日本本田、丰田、福特、通用都在墨西哥设厂，川普是可忍孰不可忍，你全部给我移回美国，他要这样子，所以要回到美国制造，这是他目的第一个。第二个，他要各国买美国货，所以当你回到美国制造的时候，你会买美国货吗？我开始赚钱了，他要把逆差开始再拉回来，所以其实这一点其实他跟拜登任内是有相似。拜登任内其实拜登有推行一个叫做 Buy America 的计划，就是买美国货计划。只是拜登是透过大量的所谓的政府补贴，而且规定联邦政府，你要标售要买的时候先买美国的产品。那川普想说你们太慢了，我只用关税逼人家就范买美国货。那川普的概念第二个是这样子，所以移回美国制造买美国货。第三个就是要你开放市场，简单讲，他就是我科你关税，到最后就是你把你市场开放，我要进来。对台湾也是要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市场开放会有很多美国货进来，会很多。各位观众朋友，你可能可以买到很多美国货那其实你说这样各国会不会反制？会啊。刚才前面两位先生就讲了，铁定反制的嘛。像中国明月照大江，来我们来反制。其实我们可以有迹可循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从他第一任就可以看到，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美中贸易战，2018年7月，美国科了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关税，25%额外关税中国立刻反制。2018年7月，2019年，川普又科了中国2500亿美元的这个货品的关税，2500更多中国当年立刻反制，所以他们就是在关税我们讲的贸易战就这样起来了嘛。那当然到最后呢，他们达成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就是中国要买这个美国的所有很多大豆、谷物对，买很多但是呢，依据所谓 Pearson Institute 皮尔森研究院指出，中国大概买了60%而已，没有买完，这也是川普非常生气的，很在意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一次回来，我要把它处理完，没有买完要买完。所以，坦白讲，也不只是中国啦，加拿大也要反制。其实2月初的时候，我们看那时候川普不是要科加拿大25%关税吗？杜鲁道说我们也可以科你，他科什么？他要科饮料，他说我们就科你饮料、化妆品跟纸类。他说加拿大有橙汁，对橙汁我就科你，让你所有的早餐都变贵。现在美国的蛋变贵了，如果柳橙汁变贵了，他们接下来是整个美国的 continental breakfast 会整个涨价。你说你美国老百姓会受不了？一定受不了嘛。所以加拿大它也是会反制的。所以我想，如果当各国都要反制的时候，那请问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昨天有开国安会啊，但后来好像也没怎么办。对，大家就是想要知道，就是因为现在这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是不是当局要好好想办法哦？人家都有在想办法，我们要赶紧想办法。好，来，那另一个部分是什么？要来看到的是现在呢，依旧在国际间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新电影。哪吒2，哪吒2呢，现在已经到了美方正式上映了。说呢，2月14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在美国多地院线，包括了洛杉矶啊，包括纽约等等，很多人都讲，真的还蛮热的。我们来看看当时这个剧院里面工作人员的讲话。Amazing to see Chinese culture and mythology being showcased in such amazing animated films. China coming out with these blockbuster films and everything, and Americans embracing it. That it makes us closer as a world. It unites the world together, and it makes us appreciate each other even more. 好，原因是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中国元素，所以呢，变成说呢，他要看的时候，他可能也想要先了解一下到底他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其实呢，有人进戏院看之前，就像开打黑悟空之前，他要先了解一下《山海经》一样。现在呢，他先去看什么？先去看哪吒1，然后呢，还分析一下人物关系，甚至还有人呢自己动手画了一件 T 恤，就是呢表示说呢，我想要先了解一下到底这个人物他的特性在哪里。而现在呢，基本上哪吒2这么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对啊，我们知道风风火火，全球现在开始放映之后，发现票房直逼《铁达尼号》，而且呢，大陆现在看哪吒2已经变成一种爱国运动了。第一，先给你一个数字，因为又更新了，到目前为止全球票房说已经超过了495亿元，同时呢，已经超过了《冰雪奇缘2》，还有呢，全球影史票房榜已经进到了前11名。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记得还讲的时候是这个前25名，现在已经变成了前11名了。甚至呢，有人直接包场，免费让其他人说，没看过，进去，没看过，进去。有人看了31遍。这个女生呢，她在网络上的发文是已经破100万阅读，所以呢变成了一个风潮，大家就要讲她到底为什么看那么多次。而故事其实呢，它很 personal 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让人家落泪。她说，其实这几天她想了很多，原因是哪吒1的时候，她妈妈过世了，然后呢前几个月她外公也过世，所以这5年她其实就跟着哪吒1跟哪吒2一样，好像一种重生的感觉。而且呢，里面有很多的桥段跟她的经历如出一辙。我们也知道这里面呢，基本上讲了一些亲情，同时呢，哪吒在哪吒2里面是靠着藕粉重塑肉身，大家也在讲里面有一些呢，包括了美国元素，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想象。重塑诺身的包括了什么？华为，好，华为呢其实2018那个时候孟晚舟事件，现在好像也复仇成功了。AI 现在禁售AI 晶片，到目前为止说可以靠 DeepSeek 可以全方位的让美方感受到中方在 AI 这一边的软实力。好，这一些东西呢，大家就在讲，确实世界有看见那个转变，就连 BBC 以前好像讲的都是比较不好的多一点点。现在呢，他们是怎么讲？他们的讲法是说呢，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让中国影迷很自豪，同时呢，他们也确实的认为说，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有看到中方的进步。而 BBC 呢，现在用中国制造2025来称赞中国的体制，这也是以前呢你完全看不到的一个方向。好，我们讲到 DeepSeek 现在专家的讲法是说呢，他们也开始在往前进，包括了国产化配饰测评呢会正式的来启动之外，同时也在东莞这边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然后整个变成第一个面向制造业领域的大模型，同时也在研究为什么它会成功。最近很多人研究杭州这个地方啦，包括了黑神话悟空，好，包括 DeepSeek， 现在呢还有这一次的这个团队都是呢，其实从杭州这边出来的。为什么杭州会一直出这么多的新创，大家想要研究？而除此之外呢，也有人在讲啦，说里面还有很多的是像黑科技的公司。你现在画面上所看到叫 BrainCode， 好，这家公司它很厉害，它出现了一个神经调扣产品，就是呢，你看它的右手是用科技手在做弹奏，而且呢，它是用脑的
思考来让它能够弹琴，这个叫做非侵入式的脑机界面技术。好，这一些呢，包括这个强脑科技等等等，都是变成了这个强科技，也变成了一个独角兽。那就让大家看到了，确实中方呢在 AI 这边有一些的进展，而他们的量子电脑本源悟空呢，现在全球的访问量也突破了2000万次。比较有趣的一个数字啦，说境外访问第1名竟然来自于美国，美国的用户其实也还蛮喜欢，觉得蛮有趣、蛮好用、蛮实用的。回过头，我们想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怎么样来看《哪吒2》现在正式的在美国上映，当然也引发了一些话题。当然，现在最热闹的是哪吒这个电影了。但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用脑波指挥手那个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东西。我记得20年前就有人在研究，看看脑波能不能指挥，比如说开飞机，对吧？因为飞机瞬间1秒钟要拉多少公尺，急转弯什么。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成呢？我们人讲人呢，想法叫心猿意马，这个脑筋里面一个念头可以转很多，那能不能控制？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初步能够弹琴呢，就至少往这一方面已经在走了。这个再配合 AI 啊，那将来打起仗来就要天下无敌了。因为脑波是直接透过脑直接透到机器上去了，透到武器上去了，不再经过手啊、肌肉啊。我们以前都拳脚功夫跟射击是靠肌肉的记忆力，是反复训练，打上几百场高尔夫球还不见得能够破，对不对？问题是，它的黑科技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因为美国也放弃做脑波的这个东西。第二个讲哪吒这个电影啊，大家又看到杭州6小龙，对，你要知道原因的话，你去看看浙江大学。我上次看过一个纪录片的浙江大学，我去过，你去过吗？校舍那不要谈了，学生向学的风气啊。图书馆的寝室啊、走廊啊，都坐满了，都在 K 的，这样才能够培养出人才出来。所以杭州6龙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也证明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现在，你看每个军武科技后面都有这些大学系所在支持，论文先出来，然后指导出来，然后到工厂里面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这是将近20年来啊许下功夫的结果。哪吒的是一个突破是什么？是一个文创事业的突破。以前呢，中国大陆，你看我们在台湾看中国大陆的戏剧，看历史剧都很有兴趣，因为大家都有文化底蕴。看那个抗战神剧，那就胡说八道，根本就不想看。你没看过？我看好看的啊，什么好看？那鬼扯淡，那个游击队打了8年抗战。那他妈宣传到也没有太没有，这就是没有文化底蕴了。但是哪吒这个东西啊，你不要怀疑说外国人看不懂。我们从小看外国电影，什么时候又把里面的对白听清楚了？还不是一样看。所以它能够在国内造成这么大的突破量，我认为到国外一样可以造成突破量。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也对不对？除了文艺片看了起来有点困难。西部片就很容易嘛，对，何况出枪来就干。对啊，何况动画呢？动画的叫声光画电啊，是，那是为所欲为啊，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题材太多了。哪吒只是一个，封神榜里面有多少人物？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聊。我们讲到了哪吒2呢，现在不仅是全球票房厉害，而且呢进到了美国之后，反而让这种文化上面的一些冲突或者文化上面的一些互动蛮有趣的。请教袁老师。我跟你讲哈，我在欧洲住了10几年了，我到最近呢发觉长我这个样子非常骄傲。怎么了？为什么呢？长我这个样子的话，不是搞半导体的，就是很会做动画的啊。整个的话呢，就是发扬光大、扬眉吐气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啊，看过哪吒2的时候的感觉啊，就会发觉它里面的故事剧情啊，所以外国人拍不来，有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文化元素的话，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它非常稳定，里面讲到亲情啊，讲到友情啊，讲到剧情啊，各方面内容的话呢，都是一些正能量。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啊，我再补一下我们将军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在台湾都是被浙江人带大的，对不对啊？尤其是咱们上海人的带就是浙江人的啊，宁波人啊什么的，这个比较居多啊。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惯，我认为杭州大学的话呢，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杭州大学原来没有这个学校，它把杭州所有的资源的大学全部集结在起来，变成一个杭州大学，所以杭州一下子就跑到全国前3去了啊，就是说这个里面重要的地方。另外，杭州的6小人，我要称之为杭州6巨龙啊，因为这里面每一个人所代表的单位啊，就大家知道王信兴啊，就是说的这个何文峰啊什么的啊，他们自己的话呢所产生的这个事业，在这个全世界发光发热不说，最主要是因为杭州的政策能够跟他们配合，让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安心在那边发展。所以现在不得了，一大堆城市讲南京为什么没有啊？南京不是没有好大学啊？深圳为什么没有啊？深圳不是没钱啊？是为什么他们都在杭州呢？大家要了解，我个人觉得杭州真的是好啊！你随便到任何一个酒店都觉得出来它的好啊！你在西湖周遭，西湖是第一个，它都不收门票的，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浙江人的思维啊非常前卫啊，那真的是非常进步了哈。那另外要讲，稍微提一下这个强脑这个企业，强脑是来自于安徽的合肥啊，大家要知道它是做量子电脑啊，大家不要以为它放在后面的消息就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它其实是真的科技中的真正的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安徽合肥那边有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叫潘建伟，他曾经充分的应用了量子力学，发射一个卫星叫做墨子号啊，作为解码的工具。这个其实讲起来，民用、商用、军用各方面用途是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我觉得大陆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情况，让我觉得长我这个样子非常骄傲啊！就是黄仁勋都跟我长得很像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等等回来请吴老师总结。当然，中国的科技真的是迎头赶上哈。我们在讲，它不仅是有 DeepSeek AI， 那我们刚才讲它量子电脑很强，然后它有这个所谓有超大这个最新的单口径的电影望远镜，然后它有在2016年发射第一颗这个量子通讯卫星，然后当然我们不用讲啊，这个所谓的5G 通信技术啊，中国都在纷纷往前进。好，那最主要我们要看那它跟美国的差距有多少，我觉得这很重要。那这个有一个指数叫做国家创新能力指数 GII， 是康奈尔大学做的啦。他说中国的这个 GII 排名从2010到2021年整体从43名跑到全球第12名，它进步速非常的快。但美国那时候他用美国是第3了，所以第3比对第12还有一段差距。他们这样